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有讨论到呢，就是现在这个关税啊，在美中之间呢，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哦，就包含说到底这个休战这件事情要不要延长呢？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川普是没有松口的。不过美国的贸易代表呢，就强调说，其实川普已经就到底要不要延长，他会很快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哦。那他还透露说啊，对美国来讲呢，重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确保磁铁从中国流向美国，还有相关的供应链呢，能够像之前一样的自由流通。好，另外呢是现在最新的海关数据也显示啊，从6月份开始，中国对于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呢是增加到了353吨哦，这比5月份还要高了。不过当然，总出口量呢还是远低于4月初哦，中国的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之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看起来呢，这稀土还是一个非常呢关键的一项这个指标哦。好，《华尔街日报》就说到了，中国现在限制西方对于这个国防制造商的关键矿物出口，所以导致呢，在西方很多的产业啊，这个国防产业他们出现了武器生产延误，甚至成本大幅的飙升，这也凸显了什么？美国军工它的供应链对于中国还是存在一个高度的依赖性。美国的国防软体公司呢，就显示说，他们在五角大厦的武器系统当中，超过8万种零件的制造，都还是要受到这个中国的影响哦。因为呢，他们的关键矿物还是中国出口管制的项目当中。好，除了中国之外呢，我们看到巴西的部分呢，刚刚其实老师有讲到说，巴西的关税啊，突然就变得低喽。可是呢，巴西的政坛上持续就不甩嘛，因为之前也传出说，川普的贸易战就是为了他的好朋友前总统呢这个波索纳洛才出此策的。那现在呢，巴西最高法院呢说，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这个软禁他，主要就是因为他涉嫌策划政变。但当然，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变成这个川普的贸易战挂钩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敏感的事情哦。那川普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持续的来向巴西施压呢？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呢，这巴西总统鲁拉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呢不会再过度的来依赖美国了，反正我们在世界各地其实还有其他的贸易关系可以来持续进行。而且巴西总统呢，他也否认哦，他说我们呢不会放弃寻找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哦，来进行可能我们未来国际贸易上的替代方案，但是不是挑衅，巴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哦。好，另外还有呢，有人可能准备要来翻脸了吗？因为印度呢现在也说，他们当然也被苛征了关税嘛。那川普呢就不断指控说，就是因为印度要在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甚至呢还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谋取暴利。他说呢，这是在偷偷的帮助俄罗斯所以他才要大幅提升印度的这个关税可是印度呢现在外交部就说，他们就跟任何的经济体一样啊，他们也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呢还点名值得注意的是啊，他说就是那些批评印度的国家就他们自己呢还正在跟俄罗斯交易好，那当然为什么被评论说印度发飙呢？因为我们看到几个点，第一个是呢，印度说买俄罗斯的石油是因为传统的石油都被欧洲人给买走了。那第二个呢，他们认为说为了要确保国际能源的供应稳定那当初是美国积极鼓励印度买俄罗斯石油的第三点是印度很穷，所以呢，当然他们要买便宜的石油，这是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嘛。那他就说倒是这些很多批评的国家，比如说像欧盟啊、像美国啊，你们自己呢也跟俄罗斯做生意啊，而且呢还不是那种非常必须的物品那你都可以做生意了，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所以美国官员现在也很担心啦，就认为说呢，这个川普持续对于印度加大力道的状况之下，恐怕呢也会让跟莫迪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嫌隙，那更严重呢就会使印度会离开美方的阵营好，赖老师来看这个美中的关税战。8月7号，川普对于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所有的国家，它的关税就要开始课了嘛。好，除了墨西哥还在往后延90天，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8月7号开始课。大陆是8月12号到期，那要不要延长？看起来大陆是不在乎了因为大陆根本就无所谓了。现在是美国一直在叫说，我们还没有签我们还没有同意要川普同意。可是我们看到大陆这边的回应是完全没回应，就是随便你，因为目前所观察到的是，大陆这边对于美国的石油能源都已经不再买了，
已经有三个多月到4个月，大豆也不买了，从这个阿根廷买这个 Double 进来了。然后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当美国对于巴西课征50%的关税，当然有65%是豁免的，所以真正课的只有35%的向内的50%的关税，那里面对等关税是10%，惩罚性关税是40%，就是对于波索纳罗，那波索纳罗，但是巴西的鲁拉是不屈服，而且巴西的人民不屈服，巴西人民走上街头支持鲁拉，干涉我的内政，对你干涉我内政，干涉我司法，所以波索纳罗也被软禁了，现在等待司法的这个起诉。可是问题是，巴西的咖啡怎么办？大陆在7月30号，也就是在美国宣布的当天，宣布183家巴西的企业咖啡豆可以进口到中国大陆了，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巴西的咖啡的问题。可是同时也给美国带来问题了，为什么？美国从巴西进口800万袋的咖啡，每一袋60公斤，一年占美国的总量多少？1/3。那现在巴西这800万袋是往中国大陆运了，那美国没有了，美国就要从别的国家来买，别的国家来买，一下子要买这么多是有问题的，所以很明显的，在美国的咖啡豆就一下子价格就往上涨了。那星巴克的价格一往上涨，那美国的老百姓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我想其实大家看得很明白了。对，这个关税到底对美国人来讲是福是祸，都还很难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是现在印度呢，当然也是似乎有点生气了啦，委员。我要讲，我现在真的很期待，在等着看的是10天到12天满了以后，俄国还继续打乌克兰，那你美国打算怎么做？你川普打算怎么做？你当然不可能跟他作战嘛，但你说你要在关税上惩罚他，他两国之间没有什么贸易啦，所以呢，他就打算要怎么做？要惩罚所谓的 secondary 这个 tariff，就是惩罚那些买俄国石油天然气的那些国家嘛，主要就是中国大陆跟印度嘛。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先不讲中国大陆，讲印度好了，你打算把它怎么样？因为印度对美国来讲是越来越重要。你知道以前叫做太平洋战区，后来叫做印太战区，他就把印度硬是拉进来去参加美国围堵中国大陆这条防线。那印度呢也配合美国，配合的非常的卖力，所以大家都以为说，你这莫迪，你跟川普第一任内的时候是好朋友，他现在又再回来了，那老友重逢不是应该对印度更好吗？可是川普是100%的利己主义者，对自己有利，对美国有利的，别人他才不管你死活呢，交情再好都不用谈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印度偏偏你要叫他不要买这个印度的俄国的石油，也可能还一些天然气，那你叫他怎么活？这可能就涉及到几百亿美金的这个，他不仅自己买了俄国的油，还把它炼了以后变成汽油，然后还卖给欧洲跟其他的国家。他印度人很会做事情，很厉害的，不会比犹太人差的，他赚了很多的钱。对，那你现在教授，那你不准跟俄国买，他要跟谁买？他要花更多的钱去跟其他国家买。印度经济马上受冲击，那这样子的话，莫迪自己现在他这个党在印度的选举中没有以前表现的好了，所以印度内部也有开始对他不满的人，对他的党也不满的人。那我请问你莫迪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说莫迪当然是保自己的政权为第一嘛，所以他可能就学巴西这个这么勇敢的这个对这个鲁拉，那现在印度也这样。在这个巴西也这样，那这个就会慢慢就会出现美国的这个破口出来，所以我现在很好奇，我就等着看你怎么整印度，然后呢，我也等着看你印度怎么能够逃避，敢于对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这个我是非常好奇的。我现在真的每天拿着板凳等着看这个好戏，我们大家都要拿出板凳出来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聂老师怎么看印度的问题 ？OK， 我觉得刚才那个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就是印度人真的是非常聪明。我们接触过很多印度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你知道这印度人啊，你刚刚讲那个油啊，买来再解掉，再去赚钱嘛，卖到欧洲。他现在也懂得省钱啊。这更厉害的是，他现在呢看到飞机啊 F-35很贵，他不买 F-35，买苏凯57。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印度现在关税25%，它远高于其他国家。为什么它特别高呢？就是因为川普不爽。其实最不爽的倒不是人员，我的分析，我所看到的是因为飞机，因为战机 F-35很多国家买不到，想买买不到，印度拒绝。为什么拒绝？因为苏俄要提供它。最重要的是，它那个 F-35、ABC 啊，分别是7000多万，还有1亿多以及9000多万，这么贵，输给57 3500万。2/2以下。当然，刚刚这个赖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关税的议题哦。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呢，现在当然这个关税哦是大家非常瞩目的。那现在呢，政府一直告诉你说这叫做暂时性的关税，但是问题就在于，好，那如果你说暂时，要暂时多久呢？有可能会再调降吗？那现在呢，这个郭志辉哦，经济部长哦，他在跟产业界会谈的时候，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还在谈，甚至还反问底下的这些企业哦，说那你觉得我们可以让出什么啊？好，另外甚至还提到哦，他说提到这个4000亿要投资美国来换取降关税哦，而且呢，他怎么说？他说你希望是政府来投资，还是民间来筹措？哇，这样一抛出来哦，好多企业非常的担心，因为这难道说你是要民间来筹出这些钱吗？而且呢，郭志辉难道也证实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关税20%哦，或者是未来有没有机会再降低？至少我们得拿出4000亿美元的投资美国这样的钱来换吗？好，那经济部马上就跳脚了，说没有，我们只是举例啦，不是真的来证实，是推估哦。不过当然这个说法，其实就连民进党立委今天也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那当然哦，这个很多人就说，会不会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估形势了呢？因为现在就说赖政府啊，似乎没有那么了解川普，这是不是我们讲的？是美国国安专家，也是川普的前幕僚哦，他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哦，里头就抨击说赖政府在一连串外交、贸易、国防上是有出现误判，甚至错误决策。举几个例子，像是第一个呢，他说当时赖清德竟然没有主动致电斥贺川普当选哦，华府也非常震惊。那据了解，是因为赖清德当时在川普身边的朋友建议他别打这一通电话。不过当然他就说川普啊，哪有这么开阔的心眼，他可能心也没有这么大啦，所以你这个动作让他非常反感。再来，他认为说第二个是萧美琴和川普的圈子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呢，这也会被整个赖政府好像视为说我们这是反川普的人士哦。另外是呢，这个民进党政府啊，也被川普认为说受制于所谓的进步文化议题，比方说像是非核家园，或者是性别政策。另外还有呢，他更举出来哦，这其实是有一份这个公开的文件呢，就提到说呢，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哦，其实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啊，每个月花了6万美元，那干嘛呢？就是要雇佣这个号称是亲川普啊的游说公司，但其实呢，实际上恐怕已经不受川普官员来欢迎的这间公司，希望可以加强台美关系哦，这是不是请鬼拿药单呢？那外交部的回应说，这个合作是基于专业评估跟实务的需要，但当然哦，这一位呢，美国国安专家认为说，就是整个赖政府错误的判断嘛。好，可是到底现在台美谈判能谈出什么？我们还能够拿出什么来换呢？会不会最后其实美国根本要的就是台积电呢？好像就传出说呢，赖清德其实从4月份川普宣布这个关税以来，有好多次都找这些产业老板到官邸会商哦，甚至希望说业者啊用纠团的方式给美国投资大礼哦，好像有点呼应郭志辉讲的哈。好，结果呢，他说想不到呢，赖总统啊这些算盘都被 AIT 打了回票哦。他还说呢，到美国投资根本不需要台湾官方的协助，说大笔一挥就能够让台湾能够端上台面的这些筹码都被没收了。不过当然，总统府跟 IT 目前都是驳斥这项消息的。那还有知情人士啊也透露啊，说传出川普只想要2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台积电入股英特尔，而且是49%，另外一个是要求我们还要投资4000亿美元。所以讲半天嘛，
台湾半导体还是川普最在意的嘛？那我们当然知道，马上232就要来了哈。那美国政府现在数据也显示说啊，从去年年底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出口产品的最大买家。所以《纽约时报》就认为说，尽管台积电已经承诺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但是因为日本跟韩国都同意，有很多是比台积电还要多出好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哦，所以台美关系现在是什么呢？之前一直政府告诉我们说这是无疑史上最好的时刻，但现在可能变成是异常紧张的时刻哦，更暗示说川普政府啊很可能会对台湾的晶片哦征收更高的关税。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哦，当然这个关税议题我们非常的瞩目哦，可是现在是不是政府在强迫这些产业来加码？目前看起来赖清德他束手无策了啊。其实从蔡英文一直到赖清德这3任的总统，对于美国的3任就是蔡英文1任、2任，然后赖清德1任，第3任，对美国的判断一直发生错误。从蔡英文上来开始一直错啊，那每一次都错，所以每一次都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次的代价最惨痛。因为目前来讲，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川普他其实就是要钱，关税是他的一个工具，一个刀子。他既要高关税，2又要钱。他用高关税来逼着你把钱吐出来。小国10几20个亿，大国就是几千亿。那么像台湾这么小，人口才2300万人，韩国都比我们人口多啊，韩国6、7千万人，6000多万人，日本是1亿多人啊。1亿多万人，但是问题就在于，日本才5500亿，欧洲有4亿多人，欧洲总共才6000亿，然后日本5500亿，韩国才3500亿，对我们台湾却要4000亿，为什么？因为外汇存底高，我们的外汇存底比韩国人还高，我们5800多亿美元，而韩国是4000多亿美元，我们比韩国的外汇存底高，我们的人数比他少。国土面积比它小，然后呢，结果他跟我们要最多的钱，因为你外汇存底高，这就川普嘴巴常常放在嘴巴讲，台湾很有钱，台湾很有钱，因为他看到你的5000多亿的外汇存底，他现在要赶你压榨过来，要怎么给你压？关税嘛，关税最好压，反正日本都让了5500亿，那韩国也都让了3500亿了，连欧洲都让了6000亿，现在跟你要4000亿，还客气了啊。那问题就在于你4000亿怎么付？你由政府付，对不起啊，这个钱不是你民进党政府的钱，对，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你要经过国会同意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如果由民间厂商付，民间厂商他会想，那我投到美国去，投到哪里去？是我做主还是你做主？还是美国人做主？那如果这个钱打水漂呢？那这个账算谁的？是我买单吗？还是谁买单？那我如果跟银行借钱，银行为什么贷款我？贷款给我。如果银行看这个没有未来的前途，他才不敢借钱给你。那这个钱怎么弄？所以我觉得问题很多很大，都需要跟老百姓讲清楚。但是赖清德到现在一个字不谈，他就是不让你清楚。保密协议，保密协议，什么都不让你清楚，厂商一头雾水。好，那现在这个主管官员就是经济部的部长。我记得日本去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就是经济再生相带我们的经济部部长去谈的。韩国也是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去谈的，结果我们台湾不是经济部长去谈的，他是没有在那个小组里。我们的经济部长连小组都不在里面的，这倒是挺厉害的。不在小组里面的经济部长却开始找厂商来谈了，你怎么样？那个关税要不要降？要降4000亿，那这个到底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已经得到指示要开始吹风，开始进行动员了？反正丢风向的，就是说，4000亿换5%，为什么5%？因为我们是25嘛，然后20嘛，如果要降到15，那5%就值4000亿美元，岂有此理？是土匪啊，就这样抢我们台湾人的钱了。台湾人的钱就这样子被你美国人抢走，然后你台湾民进党的官员就软弱无力，就完全跪趴，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对我们台湾人吗？接着一个问题来了，那你说外资在台湾的，
说，哎，到时候会不会他们来保台？怎么可能嘛？第一个，外资有部队啊，还有外资真的能叫得动美国政府啊？你们也想得太美了。如果这一些美国的大佬、企业大佬能够叫得动美国，今天会让川普这样宰割你们吗？特斯拉的马斯克贡献方最大吧，叫你滚蛋就滚蛋。现在请问一下，美国的那些企业大佬有哪一个人敢误这个川普的逆？没有人敢误，没有人跟他唱反调啊，因为每个人都怕死了。请问一下，那些大企业在台湾的，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先跑吧。其实这个20%哦，8月7号马上就要来实施了，剩下没几天啦。那个暂时到底有没有可能在8月7号以前来得及呢？来，运发委员。今天5号啊。对，来提醒我们剩2天。这时间压力是真的很大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抽过很多的这种时间哈，比如我刚刚讲的经济部长的问题，如果他真的不能干。显然他认为不能干，所以他谈判都没有让他参加嘛。对，那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能干的人上来？甚至赖清德记者会他也不在嘛。对，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能干的人上来？对谈判、对产业很了解，对谈判有独到看法的人，你有没有整合进去？没有，需要一个行政院副院长来带队吗？行政副院长，请问你财经是他的专长吗？对不对？所以这是整个问题，就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你先把人。队伍整换一下，不好的把它汰掉。第二个，你要组织一个像参谋团一样这样呢，可能是学者，可能是专家，可能是在野人士。对，你愿不愿意放开心胸呢？我看以前的蔡英文时候的那个官员都有出来说，我们愿意，来协助谈判啊，讨论，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把他们容纳进来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要讲的了啊。另外要比较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对美国的外交的问题了哈。其实严格讲起来哈，一向是国民党跟共和党关系比较好。杜鲁门非常讨厌国民党，国民政府，因为当时我们压是杜威他的竞选对手，纽约州长会选上的，所以全部都压进去，结果杜鲁门当选了。我们蒋公派人跟他说道歉，他说这样 ，I can forgive, but I can't forget。我可以原谅你们，但是我不会忘记，就是我不原谅你们的意思嘛。所以，但是共和党的确这个跟我们比较好。全世界有个组织叫 IDU 啦，它是叫做国际民主联盟。我跟你讲，共和党全世界的保守的政党都参加这个，所以台湾就是国民党参加。美国就是共和党参加，那民进党去参加什么？他参加一个叫做 Liberal International， 叫做国际自由联盟。我跟你讲，美国没有参加，民进党参加了，所以共和党一向跟台湾的关系会比较好。在以前国民党主政的时候是有原因，譬如雷根啦，像福特啦，这些都跟国民党比较好。那现在。他那篇文章，你讲的那篇文章里面，是在批评萧美琴，然后在华府刻意跟这些比较自由派的人、民主党人来往，跟共和党就比较没有来往。这坦白讲，如果是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这的确是不太好。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自己政府的品味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批评了一些我们要讲有个叫做欧布莱恩，在川普第一任的最后一位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来台湾访问，我们对他非常好，总统、副总统都请他这个见面，给他请他吃饭等等。你知道我们对他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难怪川普现在对我们不怎么样。2024年11月7号，我们驻美国代表于大雷在盐福城跟欧布莱恩见面，然后把赖总统的正式的贺函交给他，说请你转交给川普。我就非常奇怪，你要到盐福城，要透过一位已经下台的离开的这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而且这个在2024年还想要选美国总统，你知道吗？川普对党里面只要想跟他竞选都没有好结果，都跟他们处得很不好了。Pompeo， 你记得吗？一再来台湾，2024年也是想选这个参加共和党的初选。我告诉你，川普都不鸟他。Pompeo 来台湾来多少次？来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替他数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在华府难道找不到一个人跟川普很接近的人，直接把贺函交给他吗？你到盐湖城，然后去跟欧布兰已经下来，还想跟川普竞选共和党初选的这个人，但我有一句话不好讲，闽南话不会句吗？这个请鬼哪要单吗？你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味道？当然了，欧布兰他嘴巴比较甜啦，不像这个 Pompeo 这样。所以后来呢，2025年2月11日的时候，川普任命他当一个叫做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叫做总统情报顾问理事会。但我要告诉你，这里面这些理事有多少？有12位。有12位。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要结交朋友是好的，结交有影响力的尤其重要。但是我是觉得民进党你怎么这么结交的是一个？又不好意思再讲一次，过气的政治人物呢？这些人当然就没有办法稳定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跟川普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到头来就伤害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嘛。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整个的在华府的这样一个外交的活动，一定要民主党、共和党要雨露均沾。而且要有鉴赏力，不要太多时间浪费在不断到台湾来访问的。再讲一次，过气的美国的政客。当然这个大家很担心哦。接下来我们的台积电怎么办呢？来，李老师。OK， 我先讲一下哈，这个刚讲该说清楚，该讲明白，没有说清楚，没有讲明白，就是违反政治道德的黑箱啦。政府说是保密协议，好像有这样说嘛？对。请问保密协议拿出来show me OK？ 我觉得这跟那个论文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真论文，你只要把一个有口试过的指导教授签名或者委员签名，任何一个人来指证，那一页就够了，干嘛看这几百页？不是这样吗？你先把两个东西，两种字，一种叫 confidential， 中美的一用英文，第二个叫 non-disclosure 的 non-disclosure 的什么东西 agreement 拿出来，那就是保密协议。我觉得不要再骗台湾人民了。不过郭志辉这次讲话好像有透露了，的确事前已被人家大概猜中了。还有其他的东西，你是不是要公诸于我们台湾国人，让我们的产业、智慧之人，包括我们民众，甚至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智慧，跟你一起共商，怎么去了解川普要什么，他为什么要？我跟你讲，现在去谈判的人都不是他坏要 what， 就是为什么要什么啦。我讲说不好听一点，暂时性都是暂时性的。8月5号、8月7号快到了，将来还是可以变。不用去喊暂时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变，巴西50又会变10，当然哪一天不爽又是50。这川普的不变就是善变，你不用管，就是暂时性的。重点来，他要什么？我必须声明非常严重哦。他要的东西就4样东西嘛，讲不好听，2样东西。第一个，全球当提款机，我提款；第二个呢，我要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回流找4个东西。你跟我讲的就是钱拿出来以后，第一投资美国，第二采买美货，第三要开放你的市场，最后一个任何形式的一个金流输美。好了，这里台湾有什么他要的，由他来设计嘛。他要这样回流设计，每个国家有头有脚，有头这个不一定有手有脚。台湾有脑，就是台积电。你刚刚讲最后一个，我把它讲完。台积电现在丢了650亿，现在丢1000亿，它现在好多利多 ，H1B 也来了，要给台湾的台积电技术人才，也要给他很容易的便民签证。然后呢，现在他还没有把他的基础建设弄好哦，他的那个劳工文化还没起来。当然要的时候，他现在要你的2奈米进去。他要你投资更多，那个 Intel 的这件事也不乏有这种疑虑，也就是你去投资它叫 FDI， 你可以去投他的钱过去，投他既有的厂商技术也过去。当然时间很有限，我必须讲一下，台湾要谈判，但是你谈不过川普，川普要的东西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但是台湾有筹码是应该集大家之智慧，而不是一个在上位者或者一个团体。连能力都还不够的时候，就你认为要谈什么就谈什么的，让全民知道，跟你一起来想对策。对，因为确实这个关税议题当然不是只有台湾要面对啦，其实大家现在都要面对这个状况哦。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大家很想问说，最近赖总统在忙什么呢？因为看灾没看到他嘛。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到2号、4号哦，这个在他取消看灾之后，他其实都是没有公开的行程。那难道说是在狂练英文吗？因为在今天呢，是英国的前首相强生他首次来到台湾，所以你看到画面上呢是赖清德哦，他跟强生2个人握手见面哦，有说有笑的，时间长达是有15秒钟哦，所以看起来呢，双方啊展现的是互动非常的热络。那当然这也是我们欢迎这个强生来台哦。那赖清德今天也特别是展现诚意，他用全英文来进行演说。可是我们就来细究他里头提到什么呢？这一次啊，他讲到呢是说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哦，所以我们是印太和平的一个重要支点哦。那我们就很疑惑啦，因为之前每次哦在演说的时候，赖总统哦都会讲到说什么非红供应链啊、拖中陆北等等的。不过这一次呢，看起来哦他是找比较中性一点点哦，没有讲到这一些关键词。可是呢，他还是讲到说呢，会持续深化跟各国的合作，包含的是5大信赖产业哦，所以把自己的这个信赖哦也放进了政策的名称里头。好，另外呢是我们看到哦，在这个赖清德跟曹兴诚啊，大家还记得吗？曹兴诚在罢免结束之后哦，他说呢，我们未来有更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台湾国。可是今天呢，赖总统哦，确实是强调说，我们会维持现状啊，确保台海的和平跟稳定呢。2个人是不是呢？其实意见呢已经是不太一样了呢。当然，赖清德也不断强调说，没关系，台湾现在的处境呢，我们有美国会支持。他也预告说，在明年的部分，整个台湾的国防预算啊，会来到 GDP 3%以上的目标，为的是要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哦。但是大家对于说呢，有美国支持，现在很多人是打上问号的。怎么说呢？我们就来看哦，是评论认为说，到底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的话，那在台湾投资的这些，不用说美国人呐，在台投资的美国科技巨头会伸出援手吗？结果这份的报告呢，竟然显示说，如果发生冲突，就算全球可能会出现支持的浪潮，可是因为多数国家没有承认台湾的主权，所以整个情势会非常的复杂。那这些美国科技公司呢，在台湾的布局，虽然说在2022年前的比这个乌克兰还要大，可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啊，是远远的大于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哦，所以呢，言下之意，这个答案看起来是比较负面一点点。不过呢，当然这个赖清德哦，在823也就是罢免投票之前哦，是不是也已经只能打到最后，还是剩下抗中保台牌呢？好，我们来看最新哦，这一个花莲的陆配村长啊，邓万华哦，他已经来台湾将近30年，而且他是拥有台湾身份证的哦。结果现在呢，竟然被告知说，你没有放弃中国国籍，所以被撤职。那很多人说，这根本其实已经是有违宪的状况了。而且啊，内政部还清查下来，发现哇，不止他，其实另外还有4个陆配的里长，同样都是面临到这样的状况哦。好，那内政部怎么说呢？他说，公职就是给你国家忠诚的义务哦，所以你没有放弃中国籍，你就要被解职了。另外是呢，还有陆客啊，你看看之前呢，这个旅行社啊，有说帮中国的这位网红用商务的名义申请来台湾哦。那当然，因为他后来有去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所以引起了极大争议嘛。那知情的官员呢也说，其实像这样的案子不算太多啦，可是没有想到呢，立委赖瑞隆他呢竟然说，这个政府就是要对这种商务来台的人，我们要加强控管呐。所以对于这些陆客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严格的机制哦，免得变成是国安漏洞哦。哇，到底这个一个旅游来台就变成是国安漏洞了吗？那么今天呢，还有说为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龙头比亚迪哦，因为他们现在希望可以呢来到台湾，可是呢，也经济部已经是设定了一条线嘛，就是不愿意的状况之下呢，就被拍到说他们透过代理商呢是夜宴的所谓立院的高层哦。好，那当然这今天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说这个是不是比亚迪想要来游说朝野的立委呢？那立院现在的解释说，我们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那当事人也强调说，他并没有听到有关于汽车要来台的事情哦，只是一个朋友间的聚
会。不过呢，你看民进党立委许志杰马上就出来爆料啦，他说确实啦，他也有接到一些人要跟他联系但是呢，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会涉及到中共对台的统战。因此呢，他是婉拒的所以是不是抓到机会就一定要来打一波抗中保台呢？先请教了林芳委员怎么看说？当然，现在这个赖清德外宾来非常重要啦，可是呢，灾情也很重要啊。你知道这个外宾来，我都觉得是好事情。对，当然是好事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有一点鉴赏力了不是说所有来的外宾我们都非常的热烈的去欢迎，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一个国宾这样。没有这回事。先讲 Boris Johnson， 其实我还蛮佩服他的才华，他写作演讲都真的很有一套。可是你看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怎么讲他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现在也不是国会议员，他就是在一个电视台当制作人，类似像制作人，然后主持人，大概就这样子。所以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像我们想象这么大，而且我也看不出他有重返这个英国的政坛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要去注意这个问题。比如上一次有一个当过首相而来，就例子那个特拉斯，在112年5月来，我们也把他当作一件大事，当过首相了，这是不得了这样。你知道他怎么样吗？英国大选，他连他的选区西南的那个 Norfolk 他都保不住他席次，他输给了工党。70、80年来第一次，当过英国首相的人在选举里面连自己的国会的席次都保不住。我们当这个保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来我们都很欢迎，你好歹当过首相，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这是不得了。尤其他是什么？他们是保守党，来的这前面2个首相都是保守党，现在是工党在执政嘛，对，所以就把它当作一般的客人，不要慎重到说总统一定要接见，副总统一定要请吃饭这一类的，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美谈判、经贸谈判。第二个，南部救灾情形究竟怎么样？我今天下大雨，我是南部人，农村地区来了，我现在就非常的忧愁。我的家乡高雄县，跟现在这个虽然不是家乡，我们邻居的，譬如说台南譬如说嘉义云林这一带，究竟水患严不严重？欧陆才是最重要。我们当然很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对外人比自己人都还好不是说我不是讲说谁，我讲一般人民，我们都对外人都觉得我们都很好客，这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但是千万要培养鉴赏力而且不要这样，永远都要记得慈善从家里开始，先把家里的事情做好。水灾这些居民很多等待我们去救助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个，我不想用过气的政客这4个字啦，但有一点这个味道啦，就是这个人离开首相位置很久，而且他怎么下台了？人家疫情这么严重，你的政府、你的内阁，你们还在开 party， 开了10几次的 party 然后这个首相这个 Boris Johnson 这位先生，他还3次参加 party， 这个时候是 party 什么都被批判的时候，因为你会传染嘛，是疫情最严重，大概2020、2021那个时候嘛。结果后来国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又说谎，误导调查，所以他最后呢是仓仓皇皇下台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人可能有一天要再回去英国当首相，所以我们现在先押宝，先投资让他吃好一点、住好一点。我告诉你，不必了，当然这个有贵客来，我们一定是欢迎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孰轻孰重那当然，现在赖清德也不断强调说，没关系反正我们会有美国的支持。聂老师来。OK， 我现在想讲另外一块，就是你说国际间支持台湾，那么刚刚你看这个里面有讲到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因为台湾的科技之好，所以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到台湾投资对。那真正如果我们台湾出了事情，那么是不是不管是别的国家会不会来支持台湾？这时候想到在1997年大家都知道金融风暴，而不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有一个国家非常惨，就是韩国。那当然呢，韩国惨了以后呢，当他们有宣布国耻日，然后有一个机构去救援他们，算是救援啦，当然也是交换了他们整个国家的那个主权的这个放弃，那个叫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那叫国际货币基金。我现在讲的是说，台湾它处的角色比较这个诡谲一点，就是台湾不属于 UN， 也就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更不可能加入 IMF。所以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只要我们台湾出了一些问题啊，也要让人家来这个协助我们呢，其实是有疑虑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大家认为的非主权的一个岛屿的地方啊，所以就我们是号称是国家有主权，但是别人不认同。尤其讲到这个企业啊，真的企业要不要伸出援手啊？那我就必须很直译的这样讲，就是俄乌战争的时候大家很清楚啊。那么当然，因为俄国几乎跟他们刚刚讲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乌克兰是大家这个真的是压倒性去支持。当然，很多科技不管无人机或怎样的这些技术会进去，但台湾今天就算结盟得很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担忧的。不过这里面的除了这个议题之外，我还想谈一个就是跟陆配有关的议题啊。我觉得啊，台湾这个实在是很糟糕。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这个问题哈，我越看越不懂，为什么会进程的这么快？那我记得上次就一个网红，只不过呢他在宣示说两岸一定要走和平的路线。那只是如果你不走和平路线，如果我们极端的呢走到我们想要现在台湾这政党所带的另外一端，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我们台湾就主权独立这个路线的话，可能会引起战争。这样的一个话语就被这个所谓的那么大的打法，那甚至呢就请他这个回到他的这个对岸去。可重点是他娶了台湾他嫁给了台湾的先生，更重要的是他有小孩。小孩这么小，那在关卡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在松山机场他离开的时候，小孩子抱着他，因为我自己小孩很小，我看年纪也差不多，你知道那种感觉，那种亲情是多痛啊，多难过。所以我觉得这就已经让我觉得啊，现在台湾做的所谓用国安法或者用各种的这个理由去这个遏制这个所谓只要跟大陆有点关系的人，就给他完全断绝这种做法，我实在有时候真的很难看得下去。那有时候在想，虽然我很赞成，也是赞成两边能够那个合而为一，就是我们都是两岸一家亲，但是还好我是台湾生、台湾长，否则的话，我觉得我搞不好也要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当然就想到花莲这个陆配，其实他有什么问题？那其实他的原生就是在大陆，他来到这边，他已经完全就已经认定他是台湾人，就因为有这个国籍，就你定了这样一个法，然后就要让他这个马上不管他就撤职。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有点过之了。我觉得小时候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同辈都知道，我们在教室旁边都写的这个匪谍就在你身边啊，知匪不报叛徒行。那个年代，我相信我们在以前教育也都是反共到底没有错。可是时空变化啊，现在的匪谍，那假设真的还有要破坏我们整个台湾生存利基的匪谍在，我们当然还是要把它揪出来。但现在我觉得台湾现在现况好像不是只是要揪这些真的会对台湾颠覆的人，甚至是想要对台湾好，甚至只是喊一些口号，希望台湾能够安全，不要有战争，稳定走向未来的路的一些，不管你的主席是从对岸来的或者台湾本地的人，你不发觉现在台湾很多都被打压吗？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但我希望台湾呢，我现在必须呼吁一下，台湾的人，当不是说执政党带了到了什么方向，人民就好像说他就是对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台湾人民现在啊，是不是应该要很认真思考一下，台湾所占的刚刚讲的一个国际的处境，你发生危机，这个各国家也好，高阶的 IMF、UN 或者是国家层级，甚至民间的企业，他更不敢，因为程序问题就不符，因为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它程序是很难符的。你是要认清这件事实，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在地的台湾人，那你不管对岸的或者在这里出生，都是爱台湾的嘛。我相信我们所讲的，不管是讲两岸一家亲的想法，也是非常的深爱台湾，才会喊出台湾一家亲。如果这样的情况呢都不能容，那定了就是现在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机制，甚至国安法等等的东西，让这些声音无法下达下去的话，请问我们台湾不管怎么说，不是全部声音都一致的，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定是有不同的声音。这时候你是不是只能有一言堂？另外只要有稍微不同的声音，就要打法，就要打压，甚至就要赶出去。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对吗？当然，我不是在呼吁这样，是呼吁所有台湾的人民。我知道民主的关系，那当然，尤其政府操纵所有机器，会带你走到一个方向去。可是人民一定要很清醒，一定要很智慧。这次上次的那个罢免案，觉得我就发觉台湾人还是清醒的啦。
所以呢，我觉得啊，823还是要再继续清醒。台湾人要走一个真正正确、和平、安好、幸福、快乐的路，而不是被叫嚣到就是产生仇恨、互相敌对，让台湾走到死胡同的路。对，就好像说是这个民主本来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不同的声音嘛。来，一向是如此了哈，我们也希望是如此。不过我觉得比亚迪确实是生产非常好的电动车，而且它目前来讲，在全世界它是龙头，电动车它是龙头，它生产出来的品质啊，物美价廉，大家都知道。我想很多广大的台湾的民众也很想要拥有，但是没有办法购买，因为不让进口。不过我对于这个逻辑是有意见的啊，就是说许志杰他说啊，这个因为大陆对台湾不友善，如果让大量的大陆的电动车进入台湾的市场，那么可能会产生统战的效果。你把它原本源源不变的换个主词啊，你会发现就是说台独的台湾啊，对大陆很不友善。如果让大量的台独台湾的生产出来的产品进入大陆的市场的话，恐怕也会产生统战的效果。那这样的逻辑是通的嘛，一模一样嘛啊。那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台湾不能够把东西卖到大陆去，那我们的外汇存底就会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两岸之间台湾的贸易顺差是很巨大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赚大陆人的钱赚那么多，我们赚美国人的钱没有赚大陆人的钱那么多，美国人就不开心了。就说你的贸易顺差这么大，所以呢，就要对于台湾课征20%的关税，还要你贡献4000亿美元的钱到美国去投资。请问一下，那大陆人没有要台湾20%的关税，也没有要台湾4000亿美元到大陆去投资，那不知道是大陆对台湾比较友善，还是美国对台湾比较友善？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解释一下。跟我们台湾课20%的关税，现在让台湾的厂商哇哇叫，然后还要台湾人拿出4000亿美元到美国去投资，这个投资搞不好美国人还要抽掉90%的利润，然后这个代表美国人对台湾比较友善。我觉得价值观都有点错乱的。另外，曹兴诚说，他现在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台湾国。曹先生，你这一辈子你做不到，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这个能力，你也没这个本事，你也没这资源啊，所以你做不到。那一个台独的金孙，永远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的赖清德，他不敢做，他永远不敢做。然后还有一个美国，他绝对不会让你，也不会让赖清德去做这件事，所以他不会让你去做的。那请问一下，你根本都做不到。这个梦就算了吧，就赖清德也做不到的，赖清德也做不到，曹清诚你也做不到，美国也不会让你们这些台独人做。那你们每天在那边嘴巴叫都是玩假的，因为美国人不会让你做，你就不敢做，不相信你做看看。